这样把校花都吓得大小便失禁的考卷，我却3分钟写完，感叹太简单。所写内容让天才校花也想作弊偷看，只因千百年来我是全校第一个0分。原来校花是5大家族后代的天之骄女，实力与美貌并存的她，却在入学考试时被我一拳淘汰。可好巧不巧的是，5大家族中的3位后人竟和我同班，班主任看见也被吓得冷汗直流。只因5大家族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守护圣座，身为直系的天才弟子都能与圣座签订契约，让自身的实力和天赋得到极大的提升。可没人知道的是，他们口中高高无上的圣座，在300年前却是我最不得意的弟子。在最后与塔主的生死决战中，为了不带这些拖油瓶，我一人和塔主极限1换1。现在意外重生归来，收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我前去圣座之屋寻找武器和记忆。而圣座之屋是世界3大猎人培训机构之一瓦哈拉的秘密宝藏，非内部人员无法进去探索，所以我才来到了这个全市自称当代天才的学校。越是这种人才到处走的班级，班主任就越要立威展现出自己的权力。随后所有人就被传送到森林之中，而周围则全是一些红眼发狂的哥布林，都虎视眈眈地看着眼前的美食，特别是天才的肉最为细嫩，便顿时全部向前冲去。可好在的是，四周拥有一个巨大的防护罩，这种低等魔物无法将其打破。随后为了树立威信，便叫上入学考试第1名的我上台，浅笑地说：“这里的所有怪物，你一个人能解决吗？”闻言我低头沉思，没有回答。班主任心想，果然不出所料。正当他以为我没勇气接下任务时，一声嘲笑声从我嘴里冒出。见此情景，班主任十分不爽，便说：“如果我能全部剿灭，就能获得一个愿望，只要是老师权限内的皆可以满足。”随后我拿上老师背后的铁剑，独自一人离开了防御罩。只见我手起刀落，一个个哥布林如同豆腐般被轻松切割。班主任在防护罩内看见这一幕，无法理解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把剑明明就是普通的铁剑，在没有一点魔力和剑术的加持下，却轻而易举地杀了怪物。在其他人的眼里，就如同舞台剧一般，动作优雅而又不失杀意。这也让校花对我更加入迷了。仅仅2分半后，1000只哥布林就全部倒下。我也说出了我的愿望，那便是前去圣座之屋。就在放学回家路上时，校花哑铃莫名跟在我身后，直到我转头询问到底想干嘛时，才知道她想跟着我学习剑术。在击杀哥布林的时候，让她看出来我用剑的技巧早已达到了宗师级别。虽然哑铃确实一身身材无可挑剔，但是我还是果断拒绝了。而原因就是没有原因，不想给自己没事找事做。可没想到的是，第2天她依旧跟在我身后，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请教我剑术。”为了摆脱这种跟屁虫，我便说教可以教，但1小时收费500万。看她低头不语的样子，我紧接着说了句：“没钱那就走吧，别天天缠着我了。”可就在下一秒，手机竟被抢过去，只见她对着手机不停乱按，收入10亿的短信随之弹出。哑铃此时哀求道：“这下可以教我了吗？”我反手点击拒收，笑着回应休想。只因今晚我还有正事要做。到凌晨2点半后，我来到了学校周边的一座山坡上，立马使用魔力探寻四周。在300年前，自己曾在这里修建了个密窟，这么多年之所以没被发现，是因为魔力具有辨别性，只有我的魔力才能开启。随着洞口被发现，我二话不说开始铲土，直到攻击打鸣时才挖完了地表的泥土，看见了密窟的锁孔。紧接着我用魔力化池插入锁孔之中扭动，成功进入了密窟内部。映入眼帘的是堆成小山的金币，只要拿出去小部分就足以衣食无忧了。但其中真正的宝物其实是这些黑石头，这是可以存储魔力的贮藏石，只要拿起进行启动，便可将先前存储的魔力全部取出。这样下来就可以短时间内提升实力，早日回到巅峰状态。用不完的以后找机会再吸收。回到学校后，看我虚弱不堪的样子，校花前来慰问我是不是昨晚没睡好，要不要我今晚陪你，顺便教我剑术。眼看这人确实是个剑痴，但奇怪的是，明明出生于炼刀世家的5大家族，为什么偏让我来教他？于是我便好奇地问着：“你老爹按理来说应该很强啊，为什么不让他教你呢？”哑铃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班主任叫住了我，让我去办公室一趟，有事商量。我心知肚明是为了什么来叫我，便起身向门外走去。哑铃也不好阻拦，低头委屈着看向地板。突然的一句话让他抬头望去，正是我感觉他其实还算个好苗子，便说了明早7点操场集合，到时我自然会教你剑术，还有你哄我入睡这事不是随口说说的吧？哑铃急忙摆头说着，表示说到做到，我会等你的。来到办公室后，班主任直接开门见山表示我去圣座之屋的条件已经批准。到了晚上后，我们一同来到了圣座之屋的前面，因内部含有众多机密，所以被各种魔法阵保护着。就在即将进去之际，班主任强调我只允许去地下1层，地下2层充满着无上圣座的魔力，按理来说你这种新生只要接触1点便会大脑死机变成白痴。对此我只是笑着回应道：“我一定不会去第2层的，如果去了我就明天中彩票好吧。”但没人知道的是，我的任务则是需要去第3层。冒着被开除和即将被变成白痴的风险，我直接果断来到第2层。但也就在这时，一个满足条件的弹窗突然出现，紧接着提示即将移动到房间。就在这一瞬间，我竟被传送到300前曾1换1的魔王面前。故人见面必先来上一拳，如果不是300年前因为这个家伙自己早就退休养老享受生活了，原本计划好的一切却和他1换1彻底没了，并且我的武具竟成为了他的圣座，也就是说我的武器变成了他的家。紧接着询问刚刚的系统弹窗是不是你弄的？对此魔王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并且自己也收到过类似的弹窗，让与重生后的精选武接触，并一起拿回丢失的记忆。直到我的出现，让魔王更加确认了一件事，这一切应该是让自己变成魔王的人搞的。但由于记忆丢失，现在完全记不起那人是谁了。明白一切后，我离开了圣座之屋，看向手上的武器十分头疼。即便魔王力量大不如以前，可随意使用召唤出来也是个麻烦。就在此时，一群头顶七彩的青年向我走来，为首的正是2年级的学长，直言表示不爽我这个年级第1很久了。对此我只是说了一句不爽就忍着，我出生的时候你爹连蝌蚪都不是。身旁的小弟站出来不屑道：“新生你要明白，我们的差距可是很大的呀。”只见我一脚踢去，笑着说：“别废话了，快点开始吧。”
这也是我300年来的第一次热身，力量虽然和以前相比弱了不少，但对付这群小辈还是够用的。为了激起他们的斗志，我挑衅的说谁最后上来，我就让他断子绝孙。此话一出，一个个疯了般冲了上来，即便借用圣座的力量，可依旧无济于事。没多久，小弟们就全躺在地上，剩下的只有为首的黄发小伙，正准备拿剑向我冲去，低头却发现自己的命根正被我对着，顿时全力向前捅去。清理完这些小辈后，我来到了体育馆热身，等待校花。下一秒，校花哑铃就站在我的背后，开门见山道：“可以现在先教我剑术吗？”我果断拒绝了他的请求，表示先从体力运动开始，先来1000个扩胸运动和1000个拉伸吧。一张把校花都吓得大小便失禁的考卷，我却3分钟写完，感叹太简单。所写内容让天才校花也想作弊偷看，只因千百年来我是全校第一个0分，让批卷老师也认为我这是一种挑衅的表现，便当面质问。面对拥有高护甲的石头哥布林，你说最好的方法是捅一刀？对此我随意回应着：难道还有更简单的方法？老师闻言内心的愤怒再也控制不住，便将班级进行全体传送，召唤了一个石头哥布林来到现场。随后老师表示，如果我能一刀致命，便给我满分答卷。对于这种白送的分数，我自然要收入囊中。眼前这全身由金刚石组成的哥布林迅速向前挥爪，只见我右握铁剑，身体后仰，一声巨响过后，铁剑已经在哥布林腹中，紧接着头部也开始裂开，下一秒消失在了我的眼前。见此情景，教了数十年的老师也不禁问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对此我只是轻松回应，就往他肚子里插一剑就行了呀。可我不知道的是，在他们的认知里，只有 S 级契约者力量才会如此强大。为了更加一步验证我的实力，立马开启了第2题模拟训练。面对3只处于狂化中的哥布林，一般来说正常人遇见这种情况，要不就是使用圣座的魔法进行攻破，或者是逃跑请求支援，而我的答案却是一支一刀，然后回家吃饭。只见我3秒不到结束了一切后，老师整个人傻在了原地。考核结束后，我和校花来到了体育馆训练。之所以老师对我的反应这么大的原因，就是圣座的契约者从不锻炼体力，只注重魔力的修炼来提升自己，所以身体强度一直很差。没多久，身体柔弱的校花就受不了了，表示明天再见，先走了。我也在此时检查了一下任务，是前去身居大树林里罗娜的家。在第2天上课正准备睡觉时，另一位吉花递给了我一张纸条。本有校花陪伴的我随意打开看了一下，发现仅仅只是一个位字，而且字里还带着一分浓浓的恨意。我随手写了2字干嘛，吓得他冷汗直流。看他扭扭咧咧的样子，我直言道：你到底想干嘛？我还准备和另一个校花约会呢，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原来在先前的考核中，我仅凭铁剑就杀掉了石头哥布林，在他的认知里这应该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便想找机会询问我战斗方法。可从小养尊处优的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求人呢？就在这时，考核老师突然冒了出来，卡在2人中间问我：你刚刚是怎么解决石头哥布林的？在这个以魔力为尊的时代，你让我刮目相看。如果成为我的助手，一起研究攻略迷宫的战略，你将会成为比坤坤还火的哥哥。在老师的纠缠下，我不耐烦地向门外走去，留下了高冷校花一人傻傻地站在原地。回家之后就收到了哑铃的消息，表示明天有事不能一起训练了。我随意回应了一句恭喜，却让他以为另有他意。直到看见我让他好好放松后，一连串欢悦的表情不断冒出。这时我很明白，要是还回他只会没完没了地聊下去，便独自来到了一个废弃咖啡厅。根据网上的提示，在这里会找到一个神秘据点，乃是一个圣座所管理的超大集市。交上了200万的入门费后，拿到属于自己的身份面罩。此次前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换点金钱，便来到了这里最为出名的收购商莫里斯处。随后从包里拿出了一袋物品，砸在了他的面前。看向眼前这些如同地摊货一样的物品后，随意拿了一枚戒指，仔细观察了一番。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发现这枚戒指居然是灭亡时代的物品。要知道，随便一样来自灭亡时代的东西，都能象征着圣座的存在。只要拿到其中任何一件物品，便能和圣座签订契约，成为拥有神明魔力的绝世天才。按理来说，这种物品即便是这地下集市也100年难见一次，可现在袋子中却有足足数十个。身为此处口碑极好的收购商，便诚恳地说出了这些东西自己没有这么多钱收购，如果想要卖个好价格，可以去拍卖场进行拍卖，差不多3-4个周资金就会到账。但由于现在急需用钱，便问了一下老板这些东西大概值多少。只见莫里斯不停按着手机给我看时，才发现足足有10几个零。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东西只是我从宝库中随意拿的几个。紧接着我向老板说着：你现在有多少就卖我多少，现在我急需用钱，就当照顾你生意了。最后便以现价的1/3完成了交易。而就在我离开店铺的时候，集市管理人就找到了莫里斯。来人正是集市的主人黑猫，因为这是莫里斯第一次匿名申请拍卖，他的圣座颇为好奇，想看看究竟是何物。但当黑猫打开袋子后，弹窗瞬间就跳了出来，显示圣座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迫切的想要拥有眼前的戒指。离开后的金柱赫看着手机里的到账信息，怎么也没想到区区8枚戒指竟卖出了25亿。这时李利亚教官突然打来了电话，想邀请他一起吃饭，这却让金柱赫泛起了嘀咕，自己明明在课堂上驳斥过他，李利亚应该极其讨厌自己才是，为何还要请自己吃饭？来不及多想的金柱赫来到了餐厅，李利亚开门见山的就邀请金柱赫做他的助理，并介绍其好处，不仅有大额的奖学金，还能获得和他一起发表论文的机会。而论文一旦在怪物研究学会挂上号，更意味着名利双收。眼见金柱赫不为所动，李利亚当即又提出了可以为他提供情报作为交换，比如和你天天黏在一起的崔雅妮，不久后就会被赶出崔真家族。金柱赫意识到了李利亚肯定是误会了什么，澄清的自己是在叫他锻炼而已，其余并不关心。说罢便起身离去。出身5大家族的天才校花，
竟对眼前这个男人言听计从，不仅坚信男人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更是表示只要是男人说的话，他都会无条件顺从。原来自从崔雅玲向金柱赫学习剑术后，每天都只是进行重复的体能训练，从未再使用过刀。可今天金柱赫却一反常态的让崔雅玲拔刀攻击自己，并提醒他将握刀的力气集中于无名指和小指。他尝试着用这种方法握住刀柄，果真比两只手一起还要稳定有力。紧接着就将雷电魔力注入剑身，拼命向金柱赫挥去。出剑速度确实快了许多，但金柱赫仍然纠正他，拔刀的时候不要注入过多魔力。随即而来的又是崔雅玲的第二刀，这向上的一刀挥得不错，但向下砍的时候还需更用力的转动身体。在金柱赫的指导下，崔雅玲不断的向金柱赫发起攻击，她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通过体能训练，已不知不觉提升了一大截。经过1个多小时的练习，崔雅玲已然累得趴下，然而金柱赫却依旧精力充沛。他明白，尽管自己现在已和入学比赛时判若两人，可自己的刀却始终都没有碰到过金柱赫。但也正因如此，金柱赫才吸引着自己。这时崔雅玲怯怯问道：“下次还会再陪我对练吗？”其实早在入学比赛中，金柱赫便感觉到崔雅玲的刀法颇为眼熟，只是呼吸法不同，而和崔雅玲的对练似乎也能帮自己找回感觉。可金柱赫却突然想挑逗一下他，故意直接拒绝。然而崔雅玲的反应却让金柱赫始料未及，他竟极为乖巧的同意了，更是认同金柱赫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2周后，瓦尔哈拉学院的期中技能测评如期举行。李教官介绍道，此次测评内容为攻克地下城，所有学员均可自由组队，建议8人一组，但实际人数可以自行调控。评分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个人贡献度，计15小时，如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则取消考试资格。随即宣布比赛正式开始，紧接着学生们就开始纷纷组队。和李尚哲预料的一样，学生们陷入了恐慌，大多数人盲目的按照他建议的8人标准进行了组队，也有人为了确保任务完成，干脆20人一组。相比之下，他极为看好刘素颜，因为他很快就抓住了本次考核的关键点，5小时攻克 F+ 难度的地下城，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因此，为了突出自己的贡献度，他挑选的队友均是弱于他的中等实力。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金柱赫发现崔雅玲还独自一人站在原地，便询问起他的打算。然而崔雅玲却表示要全听他的，他的回答竟一时间让金柱赫慌张的红了脸，随即告诉崔雅玲自己要一个人进去，并让他自己看着办。而听到金柱赫如此说的崔雅玲，当即决定也要一人前往挑战。30分钟后，教官们已开始给进入地下城的学员们打分了。5大家族的后人都表现得不错，尤其是刘素颜，堪称通关的经典攻略。交给队员的角色和任务十分明确，前排坦克和辅助负责抵挡怪物，后排 ADC 进行输出，而自己则只做能够拿分的行动。如果入学比赛中不是首战就碰上了金柱赫，刘素颜肯定不是如今的名次。说着，李尚哲就好奇起了金柱赫，随即输入他的名字调取监控。然而让李尚哲诧异的是，竟搜索不出任何画面。难道金柱赫已经？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闪现在他的脑海中，随即查询起通关名单，果然上面赫然写着金柱赫的名字，简直不可思议！5个小时的地下城任务，他竟只用了短短23分钟，而且还是一个人。震惊不已的李尚哲当即调出回看录像，只见金柱赫面对一群丛林哥布林，也丝毫不慌，一个急速冲刺上前，仅仅一剑就将他们全部贯穿，就连墙上伺机偷袭的哥布林也被他一击毙命。紧接着而来的是2只5米高的半兽人，他们一锤便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而金柱赫则灵活躲过，并跳跃至高空，一剑就将2只半兽人削手。最后出现的 BOSS 则是专为8人组整体实力专门设计的魔像。然而不等魔像伸手抓住金柱赫，他便举起手中的长剑刺去，随着魔像的脑袋滚落在地，金柱赫轻松通关地下城。看到此处的李尚哲已经冷汗直冒，想必这次期中考试的第1名又是金柱赫。随着伤痕累累的学生陆陆续续的从地下城中出来，期中考试的技能测评正式结束。金教官将成绩单递给了李尚哲，不出所料，金柱赫以压倒性的优势拿到第1名，且毫发无伤。李尚哲更是断定，按他目前的成长势头，国家重新拿回夺冠的称号也将指日可待。这时金教官又补充道，这次测评还有一位黑马考生崔雅玲，虽然所花时间较长，也受了不少伤，但他也竟独自一人完成了地下城的挑战。而金教官回忆起自己在崔真联盟任职时，崔雅玲还只是个一味追求剑术练习的少女，这次又怎会想到独自挑战地下城的？难道是受到了金柱赫的影响？但他马上又意识到这绝不可能。这时李尚哲突然打断了他，告诫道，虽说考试结果如此，但他们俩的方法实在过于危险，切勿推荐给其他学生。第2天成绩公布后，看着金柱赫拿到第1名的洛迪尔越加气愤了，吩咐着侍女自己必须马上要见到迪塞拉。迪塞拉是洛迪尔的哥哥，他一直借用本特尔克家族的名号为非作歹，但因屠杀了5名 X 国学院所属的契约者而被本特尔克家族除名。而洛迪尔这次叫他回国，是想请他帮忙修理金柱赫。但当迪塞拉得知金柱赫只是一个在保育院长大、没有背景的1年级学生时，当即表示干掉他也没关系，不过要求洛迪尔必须做好前期准备。说着就指向洛迪尔的侍女，原来当初为了帮洛迪尔弄到帕利斯家的长女，他曾干掉好几个人，庆幸帕里斯家族实在太弱，这是才不了了之，而他可没法在瓦尔哈拉学院乱搞一通。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崔真家，崔雅玲和哥哥崔真见正跪在父亲的房里，
崔尊是一脸严肃地再次劝诫两人，虽然通过家族选拔的人会获得使用圣遗物清月刀的机会，与圣座进行契约，可一旦被淘汰，则面临被赶出家族的命运。但尽管如此，两人依旧坚定不移地表示要参加。然而从房间出来后，崔真剑便开始嘲笑起崔雅玲，区一个私生女，只是得到了圣座庇护而言，竟还妄想打败崔真家的长子，更是扬言一定会让他为自己放弃安逸生活的决定而付出代价。此时的崔雅玲咬紧了牙关，回想起母亲去世前是多么希望自己能成为家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于是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打败哥哥，通过选拔。原来就在刚刚，金柱赫拿到了外出申请，他本打算借此机会找到第二座秘密金库，可突然出现的迪塞拉却扰乱了他的计划，而金柱赫一眼就从他那张凶神恶煞的脸上判断出他是来找麻烦的。果不其然，迪塞拉一面嘲讽着金柱赫确实有些眼力见，一面挥拳向他砸来。然而他一个侧身闪躲，拳头却重重砸在了树干上，紧接着大树便轰然倒下。这一拳要是打在现在的身上，怕是扛不住。但很快金柱赫就想到了应对的办法，随即掉头向树林跑去。正如他所料，迪塞拉以为他要逃跑，便毫不犹豫地追了上来。就在他准备挥动第二拳时，金柱赫却猛然停住脚，下一秒一个闪现就出现在了迪塞拉的眼前，其速度之快竟让他没有一丝察觉，毫无防备地被击飞10米远。不等迪塞拉反应过来，金柱赫又是猛然一脚，可惜被他躲过。此时爬起来的迪塞拉简直不敢相信1年级的学生能如此厉害，竟质问起金柱赫是吃了什么灵药。闻此的金柱赫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原来出身于本特尔克旁系家族的迪塞拉，从小便觉醒了一种和所有灵药都适配的天赋，因而他的父母为了让他获得直系家族的认可，不惜重金为他买来各种顶级灵药。但拥有力量后的迪塞拉却不甘心被家族所束缚，而肆意妄为，最终被本特尔克的副家主驱逐出家族。见金柱赫如此嘲笑自己，迪塞拉恼羞成怒地掏出一把短刀，随即一股魔力便开始涌入他的身体中。然而金柱赫却出其不意地使出了一个回旋踢。电影里榆木脑袋的主角才会等反派变身。说着又一拳砸在迪塞拉的脑袋上，紧接着金柱赫一把薅住他的头发，质问是受到了谁的指使。此时另一边的洛迪尔盘算着，迪塞拉应该差不多已经解决完金柱赫，而且按照他的性格，一定不会留下活口。心情甚好的洛迪尔甚至吩咐起侍女尤利亚给他泡一杯好茶。这时迪塞拉的电话打了进来，洛迪尔兴奋地接通电话，却惊恐地发现竟是金柱赫打来的。没想到就连雷利和迪塞拉都没能搞定他，而自己已然暴露。洛迪尔不由得害怕起来，事情一旦传到本特尔克家族，怕是自己也要完蛋。但很快他又冷静了下来，金柱赫卑贱的出身，怕是连告状的人都没有，只要自己小心留意他，这件事也许就能过去。回到金柱赫这边，一直住在村涧里的巴尔切告诉他，迪塞拉使用的魔力让他觉得十分熟悉，只可惜他刚刚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不然自己就可以准确做出判断。但可以断定的是，与背后的刀刃一定脱不了干系。原来面对不肯据实交代的迪塞拉，金柱赫又掰断了他的几根手指。招架不住的迪塞拉最终不仅供出了洛迪尔，还坦言自己是一流种的雇佣兵，他也是圣座的契约者，而他们所侍奉的是一个名为背后的刀刃的圣座。男人不仅将圣座家族的少爷揍得连他爹妈都不认识，还反手将他袭击自己的事公之于众，使得权倾西欧大陆的本特里克家族因此遭到了全球60亿人的网暴。迫于舆论压力，本特里克的家主决定登门拜访金柱赫。然而亚德里亚的目的却并不是道歉，而是要求金柱赫澄清袭击事件与本特里克家族毫无干系。为此还颇为自信地提出了将资助他成为猎人的条件。原来3天前，亚德里亚就召开了记者会，声明袭击事件的始作俑者迪塞拉早已被驱逐出家族，并否认了他是受到洛迪尔的指使，因此事件与本特里克家族毫无干系。可面对这样的无理要求，金柱赫显然是不屑的。没想到亚德里亚却突然变了一副嘴脸，羞辱金柱赫如蝼蚁一般的人，哪怕立马被他干掉也没人在乎。而金柱赫似乎对此早有预料，干掉我恰好就证明你们与此事脱不了干系，更何况就凭你。被怼得哑口无言的女人只得悻悻离开，但放下狠话必定会让金柱赫为今天的事而后悔。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迪塞拉也被押解前往北太平洋的棱镜之塔，那是一座由 S 级圣座无所有的荣光亲手打造的监狱。但迪塞拉对此却丝毫不慌张，因为只要不说出洛迪尔的名字，本特里克家族就会将他的量刑减少到5年。没用的蠢货！可突然耳边传来的声音不由让他惊恐了起来。只见一个黑影出现在了身旁，一流种不需要你这种废物。说罢就一刀将迪塞拉封喉。后的恶人组织怕他泄密，选择了灭口。而本特里克家主亚德里亚决定来瓦尔哈拉向金柱赫亲自道歉，主要是因为外界不相信他在记者会上的说辞，导致家族的声誉无法恢复。见到金柱赫后，他表现得十分礼貌，并亲自向金柱赫低头道歉，希望让金柱赫出面澄清赛迪拉的袭击与本特里克家族无关。但金柱赫可不吃这套，即便对方是5大世家之一，要不是他给学校捐了很多钱，加上老师一个劲的请求，他甚至懒得见这个所谓的家主。记者会上的态度已经证明他根本不打算真心认错。亚德里亚没想到一个学生竟然这么难对付，于是又拿出很多福利来诱惑金柱赫，每一个都能让普通学生走向人生巅峰。但金柱赫可不在乎，反而不留情面的直接羞辱了亚德里亚。终于他按耐不住，瞬间爆发：“你个垃圾，在谁面前耍嘴皮子呢？”金柱赫见状不慌不忙：“怎么，现在才露出你的真面目啊？”亚德里亚也不装了，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并威胁金柱赫不要不识好歹，不然干掉他也没人会在乎。是吗？那你就试着干掉我吧，这样你之前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本特里克家族的信誉也会轰然倒塌。况且你根本没有干掉我的能力。自大的亚德里亚何曾受到过如此挑衅？他恨不得立即将金柱赫斩杀，但最终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只留下一句“你等着”就离开了办公室。巴尔切问他为什么一定要与亚德里亚针锋相对，明明还有更好的处理办法。我最讨厌那些自诩为王的家伙，他们总想掐住别人的命脉，
跟人渣无异，所以我也讨厌你。突如其来的躺枪让巴尔切一脸懵圈。处理完事情，金柱赫准备去训练室锻炼，却发现崔雅玲也在这里，而他的堂哥崔真剑正在羞辱他，让他退出周末的家族继承人选拔。但这是崔雅玲死去母亲的遗愿，他不可能退出。崔真剑闻言又摆出堂哥的架子，你是不是搞不清现在的状况？搞不清状况的是你这个废物，你为什么拦着别人训练，在这里叽叽喳喳个没完？崔真剑让金柱赫别多管闲事，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就敢骂我？金柱赫感觉头都大了，怎么今天遇到的人都是喜欢强调自己权势的家伙？然后指着崔真剑鼻子破口大骂，你是哪国的国王还是总统都与我无关，你个外人就不该混进学校欺负学生，赶紧滚！崔真剑被金柱赫骂得哑口无言，只能留下一堆狠话离开。周末金柱赫再次申请了离校，这次他一定要找到秘谱，里面有能让他快速提升实力的吐纳秘籍。他不知道的是，今天崔真家族召开了争夺继承人的选拔赛，而他秘库所在地的地方正是选拔赛的场地。继承人需要在树林中找到并抢夺清月刀。比赛一开始，崔雅玲就快马加鞭行动起来，崔真剑却不慌不忙，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打算直接抢夺。来到森林中，崔雅玲使用魔力探查清月刀的位置，而这个技能正是金柱赫之前教他的。此时崔真剑也跟了上来，两人话不投机，直接开始战斗。与此同时，我正在使用魔力开始搜查秘库，果然发现有魔力回应，看来是找对地方了。突然不远处发出战斗的动静，另一边崔雅玲经过金柱赫的训练，实力大增，光凭刀法崔真剑竟然落入了下风，但他依旧死鸭子嘴硬不肯承认。面对他的挑衅，崔雅玲十分淡定，仅仅2招就将他打倒在地。崔雅玲转身准备继续寻找清月刀，但崔真剑竟然又站了起来，并且身上还散发出邪恶的黑魔力。崔雅玲这才知道他竟然加入了恶人组织，并与邪恶圣座签订了契约。黑化后的崔真剑实力暴涨，一刀挥出瞬间重创了崔雅玲，但他并没有立即解决掉崔雅玲，而是开启反派化多模式。他说自己参加了恶人组织一信派，一信派是全球危险系数排名第3的组织。崔真剑加入的条件就是上交家族圣遗物清月刀。崔雅玲不理解他为什么放弃家族圣座的契约，反而加入臭名昭著的恶人组织。当然是因为我能得到无可比拟的力量和自由。说完一切，他准备彻底杀死崔雅玲。关键时刻，金柱赫登场，挡下了崔真剑的致命一击。他没想到金柱赫竟会出现在这里，让金柱赫少管自己家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不正常的家族会对自己妹妹下狠手？说完，轻轻一震便击退了崔真剑。金柱赫让崔雅玲先用魔力止血，这个人渣交给他。这一刻，崔雅玲感到无比的温暖。一直以来，除了母亲，再没有人关心过她，母亲却在小时候就离开了人世。这时，崔真剑再次拔刀向金柱赫袭来，却被他轻轻侧身躲开。刺人的时候，不要瞄准一个静止的目标，而是应该瞄准像你一样跑过来的蠢货。受到这一击的崔真剑顿时口吐鲜血，而金柱赫的下一击早已准备完毕。崔真剑被这一下打得两眼翻白，金柱赫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便转身询问崔雅玲状况如何。没想到身后突然散发出一股强大的黑魔力，我可是猎人联盟攻击队长，就凭你个1年级也想赢我？说完，他再次挥刀砍向金柱赫，却依旧被他轻松挡下。崔真剑大吃一惊，自己明明注入了很多魔力，却丝毫影响不了金柱赫。这时金柱赫也抬起了拳头，你是因为耐揍才当上攻击队长的吗？说完一拳再次将他击退。崔真剑终于认清了现实，他根本不是金柱赫的对手。于是他拿出一颗黑色的晶石，这是一块可以临时召唤圣座的人工圣遗物。他拿起晶石一口咬下，晶石化为黑魔力包裹住他的全身，冲天而起的黑魔力也引起了崔真家族的注意。家长决定亲自去看看发生了什么。崔真剑激活圣遗物后，圣座也一起降临。黑暗中一个龙头缓缓出现，弹窗显示诛杀一切的龙识别出圣遗物并降临于世。诛杀一切的龙激活了窥破本质的眼，却看见全身散发着死亡气息的金柱赫。四目相对下，黑龙陷入了沉默。黑龙不敢相信，立即关闭了窥破本质的眼，再次睁开，依旧能看见金柱赫恐怖的魔力。突然弹窗显示诛杀一切的龙受到了惊吓，诛杀一切的龙表示要逃离这里。这下轮到崔真剑一脸懵逼了，他不明白圣座为什么突然间收回力量并逃走了。回过神来，金柱赫的刀鞘已经抵在了自己肚子上。这下他是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另一边一信派的老大也震惊了，因为他的圣座竟然说自己差点丢了性命。难道你想立即消失吗？吓得他立马趴地上认错。圣座警告他不要再随便将人工圣遗物送给别人，最后留下一句你好自为之便消失不见，这让一信派老大摸不着头脑，究竟是什么存在，就连圣座也不敢招惹。搞定崔真剑后，金柱赫察觉到有人正往这里赶来，为了能安心寻找秘库，他交代崔雅玲别暴露自己。于是崔雅玲将打败崔真剑的事情揽了下来。家主觉得十分不可思议，当时他看见的魔力直冲云霄，即便自己也不一定能赢。崔雅玲表示他一直在接受同学金柱赫的训练，这不免让家主开始关注这个新生第一的天才。晚上，金柱赫回到了自己的宿舍，这一次出门他总算找到了300年前的秘籍，秘籍的名字就叫神功，是一种提升汇聚魔力的吐纳法。300年前自己用的是最垃圾的吐纳法，虽然也成为了最强的武士，但在与巴尔切的决战中导致他魔力耗尽，只能同归于尽。现在有了神功，必能远超当初。巴尔切说他感觉白天崔真剑散发出的魔力非常熟悉，但有一股力量在刻意阻碍着他的记忆。金柱赫猜测很可能是让巴尔切变成塔主的幕后主谋做的，巴尔切也这样认为。只要完成弹窗的第2个任务，记忆可能会变得清晰一点。而弹窗的第2个任务就是进入地下城大树林的眼睛，但那里是期末考试才能进入的地方。一想到要老老实实等到期末，金柱赫就头疼。第2天，教官宣布1个月后要举行对抗赛，而期中考试第1名的金柱赫获得了优先申请资格。下课后，教官把他叫到了办公室，想告诉他一下对抗赛的详细情况。金柱赫却二话不说，直接拒绝参加。教官虽然无奈，但还是要告诉他，对抗赛是世界3大机构共同举办的新生比赛，内容大部分是对练和闯迷宫之类的内容。没听几句话，金柱赫就打起了哈欠。看
看得出来非常不感兴趣，而且学院发的那点奖学金对他来说九牛一毛。看来你对大树林的眼睛也不感兴趣了。听到这个名字，金柱赫一激灵，这不就是第2个任务的地点吗？于是他立即改口要参加学校对抗赛。另一边，亚德里亚正在处理家族事务，手下突然向他报告一件异常事件：骑士之主黑猫正在用纸币搭建移动建筑物，这让亚德里亚一时摸不着头脑，为何要动用如此庞大的资金来建造房屋？下一秒，本特里克家族的守护圣座有了反应，圣座让亚德里亚的手下详细讲讲。亚德里亚一惊，为什么自己的圣座也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不仅是他感到疑惑，就连掌控黑市的黑猫也感到疑惑，因为用钱币建造大楼是他的守护圣座下达的命令，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金柱赫在黑市卖掉一枚戒指。圣座只说大楼是送给某人的礼物，接着又问黑猫有没有找到卖戒指的人。由于集市中的交易都是保密进行，所以想要查询某人的身份很难。圣座宛如病态般发出一连串弹窗，让他快点找到戒指的主人。学校里参加对抗赛的5人被叫到了一起，李尚哲给几人讲解了对抗赛的内容。第3项内容就是攻略地下城大树林的眼睛。课上，金柱赫竟然破天荒的举手问起了问题，不过问的是他能不能独自训练，因为学院的战斗教官根本就入不了他的眼。李尚哲自然知道金柱赫的实力，允许了他的请求。崔雅玲见状也提出要单独训练，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无条件信任金柱赫。另一边，不安分的洛迪尔又开始作妖，竟然派出2个异性派的杀手来刺杀金柱赫。2人还在想区区一个学生而已，要知道金柱赫可是一个眼神就吓跑了他们异性派的守护圣座。1个月后，对抗赛如期举行，参赛的分别是帝国的白莲会、恩国的超级英雄以及金柱赫所在的瓦尔哈拉。超级英雄的战斗教官认为今年他们必胜，因为当今最强契约者罗根的儿子也参加了比赛。李尚哲闻言却十分淡定，他并不觉得有人能打赢金柱赫。此时第1回合的对战表出现，正好就是金柱赫对战小罗根。战斗教官表示小罗根已经和圣座破坏者签订了契约，即便在家族中也几乎没有对手。倒计时刚结束，金柱赫便率先进攻，不料小罗根竟然轻松接下他的拳头，然后一脸胜券在握地说道：“你认为自己很强吗？”随即也一拳打向金柱赫，但金柱赫也轻描淡写地挡了下来，同时还悠闲地和小罗根聊天，然后轻轻一扭被握住的右手，小罗根整个人便一起动了起来。这一拳将他击退10多米。李尚哲见状也夸赞小罗根确实很强，竟然能扛住金柱赫的拳头没有倒下。原本对小罗根信心满满的教官一时哑口无言，但小罗根还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实力，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只见小罗根单手凝聚出金光，虽然没直接碰到，却切断了金柱赫的头发。金柱赫一脚将他踢开，自己头发断得很整齐，应该是某种破坏能力。这的确是罗根家族圣座赐予的破坏者特点，但打不中金柱赫就毫无意义。小罗根灵机一动，双手按向地面，刹那间整块场地便4分5裂。随着他一脚踏下，地面的碎石都随之漂浮起来。他想要利用碎石遮挡视野来进行攻击，但当小罗根凝聚力量时，却依旧被金柱赫察觉。他立即向金柱赫挥出拳头，下一秒一块石头突然砸中小罗根。被无数人看好的小罗根就这样被金柱赫打倒在地。看台上的教官震惊的嘴都合不上。反观李尚哲依旧淡定。接下来的2场比赛，金柱赫都轻松取胜。最后的决赛对手竟然遇到了崔雅玲。即便2人关系还不错，但金柱赫也不打算留手。而经过他亲自训练的崔雅玲实力早已今日不同往日。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扛住金柱赫的认真一拳。看台上的教官和学员们一脸震惊，这也太狠了吧！第1场对抗赛后，金柱赫找到李尚哲，他表示明天会很快结束第2场比赛，希望能提前举行第3场。他想快点进入大树林的眼睛，完成弹窗任务。李尚哲知道金柱赫来瓦尔哈拉肯定有自己的目的，但也没有拒绝，反而答应了他。第2天一早，比赛如期举行。第2场比赛是团队战，瓦尔哈拉其余4人都已提前到达赛场观察地形。过了半小时，金柱赫才悠闲地来到赛场。刘素颜不免抱怨他一点也不重视比赛。金柱赫满不在乎地挠挠头，为了弥补我的失误，就由我一个人解决其他队伍吧。刘素颜一惊，他知道金柱赫厉害，却不相信他能独自赢得团队战。不说这里都是个大学院中的天之骄子，其中更是有万众瞩目的小罗根。另外2人对金柱赫的狂妄发言不敢有任何意见。崔雅玲自然是无条件相信金柱赫。比赛倒计时一结束，金柱赫便独自离开了队伍。另一边，白莲会的几人正准备行动，突然金柱赫从树林中冲了出来，队长连忙抬起手中的长剑，并让其他队员应战。金柱赫嘴角上扬，你们的反应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啊！没几分钟，学院系统便提示白莲会淘汰。不远处的超级英雄战队也收到了消息，小罗根认为一定是瓦尔哈拉集体出动偷袭了白莲会，现在自己可以有时间布置一下。但紧接着一个队员就说他感知到有魔力正向这边过来，而且只有1个人。小罗根闻言一惊，随即连忙指挥其他队员继续赶制，并布下魔法阵陷阱，加上防御盾牌和自己的圣座之力，形成坚不可摧的阵型。金发女人没见过金柱赫的实力，不理解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年轻一辈中，小罗根是他所知最强的天才，但小罗根却表示自己根本没法和金柱赫比较。中分男说他突然感觉不到了刚刚的魔力，难道对方只是过来探查一下情况吗？突然金柱赫的身影出现在高大的树上，小罗根有所察觉，向上看去。金柱赫竟从树上跳下，打倒了小罗根，紧接着一刀鞘直击另外一人的腹部。金发女立即手搓螺旋丸，就这速度，金柱赫只是轻轻一歪头就躲了过去，随即又是一刀鞘将其打倒。最后2人趁机想搞偷袭，金柱赫转身又是一刀鞘，连着将2人一起打倒。1分钟不到，强大的超级英雄战队全军覆没。龙生武神为了加快3大学院的比赛进度，
仅用20分钟就打败了举世瞩目的2大战队。即便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战斗教官们也不淡定。李尚哲这才明白金柱赫昨晚为什么要找自己提前赛程，原来他早就做好了1天内夺下大赛冠军的准备。休息室内几人正准备着下午的比赛，身为队长的刘素颜怎么也没想到金柱赫竟然一人就轻松拿下了团队战，自己却在昨天的个人战中输给了崔雅玲。他不甘心就这么落后于别人，于是也想放下自尊请教金柱赫。没等他开口，广播就通知将提前举行最后的比赛，竟然和金柱赫料想的一模一样。金柱赫表示下午的比赛他还要单独行动，毕竟还得完成弹窗的任务找回记忆，然后让刘素颜3人自己看着办，反正有没有他们都差不多。刘素颜这次倒也没反对，以金柱赫的实力，他这个队长根本没有发言权。下午3大高校的最后总决赛如期举行，3个队伍需要在一直下雨还有怪物侵袭的雨林里生存下去，教官们会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打分。随着大门缓缓启动，比赛正式开始，而被洛迪尔雇佣去刺杀金柱赫的疑信派杀手也行动了起来。他们在比赛刚开始就破坏了学院的监控系统，同时炸毁了进入大树林的入口，让学院短时间内无法救援。最后利用传送技能顺利进入了大树林的眼睛。树林中超级英雄会的小罗根正指挥队员避雨，突然面前出现一个紫色的圆球，紧接着3个杀手从圆球中走出。光头男见到小罗根便径直朝他走去，靠近后却发现这不是他们的目标金柱赫。奥利亚说他只能按照魔力最强的位置移动，但没想到新生第一的金柱赫魔力却不是最强的。小罗根从3人的对话中听出他们是恶人组织，并且还想干掉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目击者。小罗根立即凝聚魔力准备战斗，下一秒一把匕首竟刺穿了他的腹部，转头看去背后竟然又出现了一个光头男，这正是光头男的分身术。分神的刹那腹部又被扎了一刀，就这样他成了第一个倒地的幸运儿。不知为何自从金柱赫出现他就一直倒霉。就当3人以为完事时，这一幕又被小罗根的队友看见，为了不被发现，光头男只得继续灭口。此时金柱赫正根据弹窗的指示前往目的地，但在树林里转了1个小时也没找到。突然他看到前方站着超级英雄队的金发女，而金发女面前又站着一个男人。光头男一眼就认出了金柱赫，没想到目标竟然主动送上门来。金柱赫一听就明白自己这是被下了刺杀令啊！他察觉到倒地的几人并没有死去，看来对方是想让他们失血过多慢慢丧命，真是恶趣味。于是他吩咐金发女给地上的几人止血，杀手由他来收拾。说话间，光头男已经向他袭来，同时还召唤出了分身。下一秒本体和分身却都扑了个空，再一抬头，金柱赫的刀鞘已经对准了他。眨眼的功夫，光头男就重重砸在了远处的树上。另外2个杀手甚至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金柱赫却是已经来到了2人的身后，一击同时让2人失去意识，直挺挺的和光头男倒在了一起。缓过神的光头男立即直起身来，却发现2个同伴已经安详的睡下。不想被我干掉的话就回答问题，是谁委托的你们来杀我？光头男表面上回答金柱赫的问题，然后又召唤出一个分身搞偷袭。金柱赫立马察觉出来并躲开，然后一刀将分身打散。光头男一惊，一个学生竟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意识到并做出反应，他立即拿起匕首补刀，却被金柱赫一手肘击中鼻子。金柱赫再次询问他是谁发布的委托，光头男却依旧死鸭子嘴硬，你也太小瞧暗杀者了吧？金柱赫瞬间换了一副表情，这样啊，那我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揍你了。伴随着一声巨响，光头男再也没能起来。这是金柱赫自重生以来第一次展现真正的实力，主要原因是他淋着雨跑了1个小时没能找到目的地，还被3个傻子拦着要刺杀自己。这时会传送阵的奥利亚醒了过来，据金柱赫观察，他应该是一个辅助，正想仔细询问他的技能是什么，奥利亚却施展传送阵想要跑路，但金柱赫一抬手竟直接将空间隔绝。奥利亚一脸懵逼，这是什么操作？金柱赫却是开心不已，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奥利亚的亚空间传送正好可以帮自己完成弹窗任务，我需要找到一个东西，如果你能帮忙的话就不会挨揍。不久后，李尚哲带着其他战斗教官找到了小罗根几人，经过治疗，受伤的人都醒了过来。小罗根详细解释了恶人组织来袭的事情，从他的话中，李尚哲推测出袭击者应该是臭名昭著的3杀，正想询问对方去了哪里，小罗根指向前方不远处，只见3杀中的2人已经昏迷不醒，而周围的地形则完全崩坏，就像一只庞然巨物路过后的惨状。小罗根见怪不怪，淡定的表示都是金柱赫所为。李尚哲一时哑口无言，金柱赫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吗？小罗根在晕倒前看见金柱赫轻松碾压恶人，也就是说之前的个人赛和团队赛他根本就没展现真正的实力，本以为自己已经很强了，现在才知道是自己太傲慢了。教官安慰他不要气馁，不是他太弱，而是金柱赫太超乎常规。处理完恶人后，金柱赫回到了宿舍。白天由于有奥利亚瞬移能力帮助他成功找到了目的地，并拿到了弹窗要求的1颗珠子，顺便审问出了3杀的委托者。不出所料是罗迪尔那个蠢货。拿到珠子后，弹窗又更新了任务，让金柱赫通过睡眠唤醒失去的记忆，而村涧里的巴尔切也收到了相同的通知。看来只要金柱赫睡一觉就能知道弹窗的秘密。睡着后，金柱赫梦到了300年前与巴尔切的决战，此时的他已经身受重伤，濒临死亡。突然周围的一切都停止了运动，仿佛时空静止一般。随即一个浑身散发邪恶魔力的黑影出现，金玄武，你的名字我就收走了，同时也会收走你所守护的世界的名字。最后说了一句再见便瞬移离去。随着黑影消失，金柱赫也从梦中醒来。对于这个莫名其妙的梦，他一时摸不着头脑。而巴尔切的梦似乎和他不同，里面并没有出现那个神秘的黑影，而是梦到他以前是一只老虎。金柱赫脑袋里突然有了画面，看来2人都只收获了一段没头没尾的记忆。此时神秘的弹窗又跳了出来，让金柱赫去阿哈拉大宫殿办公室亲眼目睹一切。看这语气，难道是弹窗最后一次发布任务了？不过他并不知道阿哈拉在哪，看来得下课后问问莉莉亚教官。中午，金柱赫照常带着崔雅玲在训练室训练，刘素颜知道后也找了过来。这一次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让金柱赫知道